好吧，来院长怎么看？这个现在讲得出地缘政治要叫地缘经济了，在当代的地缘政治里面，当强权在交换地图的时候，弱小者交换的都是坟墓，这是他们写的经典的话语啊。顿巴斯刚刚沈老讲的，它包括2个部分，第一个是顿内茨，一个是卢甘茨，这2个部分加起来总共有53000平方公里，是台湾的1.47倍。如果这一块割给俄罗斯，整个一个乌克兰跟欧洲后面那个马其诺防线就完全垮了，就它完全没有缓冲的空间。所以泽连斯基现在骑虎难下，就不加入北约这个事情，我同意容易解。但是对川普来说，他就是一个 businessman show 他就是一个秀。简单的说，他从在阿拉斯加峰会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川泽会都一样，他都歪楼了。他中间有一段不知道各位看全程，有一段他跟普丁讲的是讲说，那个mail-in ballot voting 呢是作弊的，所以我2000年会输是因为这个。普丁大声赞扬，所以他要改啊。他现在要改邮寄投票跟那个他今天说要用行政命令，他就要用行政命令，在2026年明年启动选举之前要把它废掉。但是他跟普丁讲这干嘛？不，普丁跟他讲，他同意那普丁第2题讲说，都是拜登，如果你再任的话，乌克兰战争不会发生，我们2个今天不会在这里。所以《卫报》记者在8月16号写了一篇专论，标题叫 "Love in Cold Climate"。就是2个人这冬季恋歌在阿拉斯加那么寒冷的地方弹起那个罗曼史他其实非常传神。那今天川普一样，他歪楼讲这个部分还是一样说他要废掉，他重点还是讲自己，他对自己比较关心的，他就是个交易型的领袖了，他希望说你们赶快速谈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刚刚赵先生讲的是很对的，就是今天当他们在欧洲这些领袖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报纸登出来的一个标题，它是一个 road test， 就是那个 roller test 什么云霄飞车了。云霄飞车是的，因为德国总理198，川普对自己的身高很有自信，是190。那意大利总理163，我全部背下来。那所以他是这样，可以看那照片。这第一个是照片标题。那川普第2个谈的就是出去跟普丁讲电话，表示他很重要，然后回来讲说，他跟普丁关系很好，2周内也许有机会见面。他也许有戏剧效果，也许没有。但回过头来看看，他重点最后还是在希望他能够赶快签订这个合约。很多人说他是不是为了诺贝尔和平奖？未必，而是这个他必须要对他的选民负责。本来说24小时，现在一直改口，他没办法交代。川普是一个自矮必报的人，也就是说，对于2000年失去这一场胜利，他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即使是阿拉斯加跟今天的会议里面，他都把它当作是一个重点。那普丁投其所好，所以他们送鲜花、红毯，一起登上野兽那个川普那部车叫野兽，果然是这个大国强权就像一样欺负人。但现在问题来就是，川普说所谓的类这个第5条类北约就是北约第5条，一方有难万方驰援，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就你一个国家被打，全部都要去。现在看起来北约这些国家不愿意确实就不愿意。他们在整个不论是《卫报》或者是《纽约时报》，都是它有一个叫 Ukraine fatigue， 有乌克兰倦怠感。大家都说没想要怕出钱的话，出党赢不来。那川普当然现在用以拖代变，就是他希望说，是不是那我就有可能送所有的类似维和部队进去？我觉得这支票都不要相信了，你人没有送进来，这些都不可能会成真。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在看这些国家在大小之间，它还是以强与弱、大与小来作为交换的条件。对川普来说，它就是个交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关税上呢节节进逼，然后呢在跟普丁的那个阿拉斯加峰会上节节败退。他几乎最大赢家是普丁不是川普，川普只是得一点红利而已。那这最大输家还是乌克兰。那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顿巴斯这块土地割让出去的话，有25万跟俄语关系不太大的人会被迫迁离那个地方，有25万人会被迫流离失所，因为你对俄语讲得不好，你不是跟俄国关系不大，所以这是很多比较关心人道的这记者都看到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到最后还是在强国交易之下最后会结束了。也就是说，他们既然今天做一个结论，今天到这个地方来，我认为这是另外一种鸿门宴了所以老沈说一直在进步，我觉得不是，他一直在交易到最后就是泽连斯基必须要认清事实如果你不吞下去这块土地，不割让出去，大概这个地方
无法善良。当然这也是小国的悲剧，给台湾做一个最大的警惕。他们很担心哦，到时候又签了另外一个雅尔达密约出来哦，瓜分欧洲哈。来，苏慧，我觉得这个节目哦，大概从3年多前一路就追踪这个俄乌战争到现在，那很多台湾人也非常关心俄乌战争，为什么呢？这么远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因为很多台湾人会把我们自己带入这个角色，就是如果有一天大陆也打过来，哈。世界各国会怎么挺我们？那现在从俄乌的这个战争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会怎么挺我们，会用嘴巴挺我们啊。俄乌战争到最后3年多，乌克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这8个字，但是没有等到正义。我们看到今天普丁变成是川普的座上宾，2个人buddy这样子，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哎呀，有你就好。但是大家忘了，普丁才是入侵者啊。但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到现在为止，甚至泽伦斯基可能要在群众压力之下被逼着要低头答应一些条件。川普还有其他不想再拖这件事情的欧洲领袖，你现在北约没有了，你要答应我什么？答应完这个俄罗斯的条件以后，还要答应川普的条件，他国内的这个矿权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这场仗是白挨打了。这就是我们很害怕，就是如果这件事发展到两岸之间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世界各国的正义都是用嘴巴说的，都是用谴责的，都是用骂的，经济制裁。你只要面对到像普丁这么硬的这个强硬的手段以后，到最后退让的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因为民主国家会改选，只要各国民主国家一改选，总统的政策就不一样。民众如果反战的话，新当选的领导人他就会跟着反战。这个就是现在的局势。可是不管是普丁或是习近平，他们只要够坚持、够强硬的话，请问一下，其他的国家会陪着一起强硬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吁民进党说，两岸要和要谈？不是说我们媚共，不是说我们亲中，我们是为了台湾好。因为到最后我们只能靠自己，就像乌克兰一样，他想要靠山，山就倒；他想要靠人，人就走。到最后他靠的人，没有一个人在挺他。休息了再回来。好，到底啊，要什么内阁，什么改组一大堆，什么换2个、换3个、换4个，我真的觉得都很无聊。总辞全部换掉，赖清德发动这个大罢免，搞得天下大乱，社会这么对立，人民之间那么仇恨，然后呢，最后呢劳师动众，徒劳无功，大罢免大失败，不要有人负责吗？就民进党换一个林右昌就算了吗？可以这样子吗？那又换不了赖清德啊。因为宪法保护他，同样是去年1月14号选出来的，他发动罢免这些立委罢免不了他，因为在立法院不到2/3啊。那内阁卓荣泰担起责任来嘛，内阁总辞来负责责任嘛。什么就换一个郭智辉啊，换一个什么这个，换一个什么邱泰源啊，这就解决问题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呢，说现在大概会局部改组了。被点名叫做郭智辉、邱泰源、郑英耀了，说他们争议很多了，昨天还搞了一个什么速发部长，谁我都不知道，所以他应该下台了等等那说大概在8月23号再次就是礼拜6选完之后看怎样了那另外呢，这个如果说823呢，民进党突破1个，罢掉7个里面1个，他又说我赢了，我突破鸭蛋没输了搞不好都不动但是我真的觉得换几个部长没有什么用你换汤不换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嘛。你上面喜欢这样的，下面能怎样呢？这拍你马屁而已嘛。那卓荣泰说，哎呀，不管任何人来担这个院长，都希望立法院呢审预算能够合宪。然后奇怪了，他先说立法院不合宪，那不合宪你干嘛要发那1万块呢？那不合宪你干嘛要发呢？不是很奇怪吗？总统府说，任何相关人士确认后说明。意思说现在并没有说明了那联合报黑白就是内阁烂尾楼了，就扯来扯去，你卓荣泰要不要负责嘛？那蒋万安是说呢找童子贤来组阁了其实我是反对的为什么？童子贤也不过就是支持一个和山演绎他就有资格组阁他组阁又怎样？当时大家对郭智辉不是也看好吗？郭智辉了不起经济不好就又怎样？政治还是一个专业的。
你完全没有经验来哦，你怎么跟立法院沟通？怎么跟媒体沟通？这跟大老板不一样啊！大老板在公司里面哇，这威风八面，下面没有人敢跟他有不同的讲法。不同，你看郭台铭罚站就罚站了、啊。对，你可以你到立法委员说你执行我什么？你罚站，你可以这样吗？是完全，我所认识的大老板，我是很多。都是很跋扈，都是很凶的，骂不说，骂的很骂哦。他这样可能才会成功啊，他不知道他怎么成功呢？但是搞政治是不一样的了啊，不管了啊，反正蒋万安给了个建议啊，会不会用不知道。总统府说你这是假议题了，市政先搞好，不要管我们的事哦。那而且呢，你还说中央用人不当，那你自己的幕僚呢滥用特权，那市政府也说没有哦，乱讲哦，反正吵架嘛啊。那另外，不过事实上就是说，蒋万安直辖市长给一个建议，你就听就是能做就能做，不能做就算，这没有什么好吵的嘛，就只是个建议啊，也不是恶意。黄国昌说，总统太先内阁总辞了，哦，我觉得是对的，你先总辞再说哦。那总统太说蒋万安言行经常脱离市政，市长的言行不一定要市政啊，市长是政治性很高，他讲什么也都可以，他可以建议的了哈。那另外吴思瑶说，你管到海边去了。哦，收拾你是小内阁争议的哈，还不准人家批评，建议有什么不行？任何人都可以建议啊，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建议，这个院长用这个，院长那个，什么不行呢？我们看一下。国防医学院正式更名国防医学大学，作为3军统帅的总统周二揭牌，在台上跟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悄悄话，似乎要提点要事，但或许因为站位安排跟郑英耀和邱泰源没什么互动。课程总共几个小时，还有2天的课程。就算视察，两人都是站在总统背后不发一语。但合影时同样也是巧妙的座位安排，两人跟总统之间卡了个无招线。总统离开时只有跟郑英耀握手，这也是两人唯一在媒体前的互动。没握到手的邱泰源只能挥手跟总统说拜拜。为什么看医师工会这边有些声音因为要下台？部长有信心留任吗？小心手，小心手。对比前天的侃侃而谈，邱泰源不发一语。部长有信心823后能留任吗？谢谢。内阁若改组，传出有2个剧本：换阁揆和小幅改组，或不换阁揆以及大幅改组。异动的部会传出3到6个，经济部、卫福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发会都被点名。如果继续担任阁揆，本席希望好好的修补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信赖关系。报告委员，我也更希望未来任何人担任院长，跟立法院之间就预算审查，我们能够依照宪法跟法律精神来。卓揆这说法对自己的去留，难道有弦外之音吗？总统最快825改组吗？有任何相关的人士确认的话，也会跟国人来进行说明。与此同时，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周一出席农业部活动致辞时说，唯一出席的农业部长陈俊基确定留任，但这场活动经济部长郭志辉、环境部长彭启明原定出席却没到，内阁如何大风吹，就看何时揭晓。来，现在我给你推荐一个行政院长沈富雄，对不对？好不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报道。好，我告诉你啊，我不晓得你们这些人的心到底是好心还是坏心。当然是好心嘛。不是，因为你越主张大幅度改革的，其实看起来好像跟他找麻烦，但是越大幅度，赖清德越有救，国家越有未来啊。那说是小幅度的改革没有用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罢免啊。就是一个变相的，现在大家都流行那个类，对不对？类选举、类大选，那个叫做类国会全面改选，就类就是几乎都是了。对，就是把国会推翻了，就解散国会嘛，类解散国会。那你结果是25-0的话，你是应该包括阁揆也要下来，当然于情于理，道理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问题是你换3个没有用，这个跟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小时候台湾西医不普遍，但是那个时候西医就已经很进步了。那我妈妈常常我们生病啊、发烧啊、抽筋啊，我妈妈就背着我们去看中医。那回来煎了2-3次药以后没效果，不好没进步，再背着小孩再去看同样的中医，说好我给你改几个药啊，就把通常一天差不多10到12样药嘛，他就抽掉2-3个。那换2-3个进来，很像啊，对不对？回去吃照样无效，你知道吗？对，因为它是替代性的嘛。但是你没有看到中医整天丢了，我错了，
那个无效，噗丢了，给你换一贴，完全是新的。中医很少这样，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大罢免大失败，所以应该我们奈何不了总统，照讲总统也要下来。对，但是总统下不来，你应该做一个全面的，包括阁揆在内的全部的内阁，统统换掉，说不定有效。因为老百姓起码说，目睭单的看有好不好啊？这些人也会很振作。那这个过渡时期，我觉得民间的情绪也比较宽容，所以说不妨试试看。但是问题，我觉得赖清德没人可用，你知道吗？沈富雄啊，不是这样，你就不晓得可用之人他不敢用，可用之人他杀之唯恐不及啊，还用，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用了很多人，都是他当副总统的时代跟他一起读书会的。我问你，你现在会不会去跟将来国民党重回执政，你会不会跟国民党的副总统的读书会去读书啊？我问你，你会不会？我跟你讲，跟陪太子读书是一种人才呢，对不对？你陪副总统或者陪总统的读书会进去，每一个礼拜念一次，然后要交换心得，这是何等的人才啊！这种人呢，入阁以后就一无所用了。太子少妇没用。是吧？不能入阁。但因为那些人都是拍马屁的。来这。好，如果说到哪些这个内阁的成员要改组，我觉得第一个被点名的肯定是刘世芳了嘛。刘世芳大家应该还记得，在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带头造谣，比方说什么租金补贴发不出来啦，没有钱，然后说他们的预算都被砍光了，但是他掌握了天下第一步，竟然是要去改这个路名，要来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另外呢，他甚至还批评在野党说，比方说他批民众党啊，说我们是喝台湾的水，吃台湾的米，然后竟然去当中国鬼，像这样子带头造谣、撕裂族群，还有撕裂国家社会的部长，难道不用下台吗？另外一个法务部长郑明谦，郑明谦最近呢，应该不要说最近，他上任之后，完全示范了一个什么叫做没有官箴、没有 guts 的法务部部长。针对呢，他们法务部里头侦查大公开，或者是说有这些官说人事相关的弊案，竟然毫无担当，然后呢，能闪能闪，能免则免，能跑多远跑多远，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法务部长，如果说在司法权上没有办法呢，来有这样子的魄力，然后呢，对于自己人的自己里头的烂事也不敢下重手，你就知道台湾的司法改革有多无望了。那么当然包含了经济部，大家也都知道，数发部其实呢都不用说了，每一个内阁成员看起来贵州排料料，但最差的当然就是卓荣泰卓荣泰呢已经差到大家不知道怎么批评他，因为他最鲜为人知的一个政绩就叫做他每一个案子每次立法院3读之后，他就要去提释宪。然后呢，要提复议不知道被复掉几遍了，他还是不肯负起他的政治责任，也就是下台。所以说，整个的内阁贵州排料料，然后呢，完全也不干正事，只会搞大罢免，而且说谎成性，而且惯用的就是耍嘴皮子。这样子的内阁到底能够带给台湾什么样的未来？昨天我们看到蒋万安市长呢，他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之后，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惊讶的是，不管是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他们的发言人出来都还在嘴蒋万安市长。蒋万安市长他是首都的市长，其实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度跟能见度，还有他的一定的格局。他提出了内阁改组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方向？结果呢，他们竟然嘴说什么？哎，你蒋万安市长，你先把你自己的人事搞清楚再来嘴。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内阁不但是完全偏离了自己应该要执政的格局，而且呢可以看得出来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在管了，只会耍嘴皮子。那么看蒋万安昨天怎么讲？旁边是那个红楼哈，那现在是歪楼这样子。突然被台北市长蒋万安点名，总统应该要邀请组阁，和说董事长童子贤态度依旧是不便评论。内阁的人事是总统的宪法的职权，卓院长也很辛苦了。其实这个内外的这个压力都很大啊，我想内阁的成员其实都很辛苦了。那我在这边致意一下啊，也持鼓励的意思。是不擅长还是人不是时候？其实过去童子贤接受专访时就说过，总统当选之后曾找他组阁，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童子贤把焦点摆回823出席核3演艺公投特展，但北市府和中央已经开战。内阁人事，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检讨重要的部分。至于首都市长最近的言行经常脱离市政，我请他不要着急，慢慢学习。
蒋万市长并不急，看起来比较急的可能是卓院长，可以感受到他的焦虑与不安。因为政策和首都规划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请总统务必要多方考量能源转型以及朝野对话。被卓荣泰酸不要急，市府也回应国政和市政是紧密关系，但蒋万的意见听在之前被童子贤喊要罢免的傅昆萁耳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民主社会各种意见都可以表达，好不好？但童子贤是不是应该由国人做决定？好，尊重同党的各种建议，毕竟总统是否听得进去也不一定，因为总统府要蒋万安先管好自己府内的人事问题。有关于阻隔，这个是个假议题，那再加上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挑战。相信在台北市，推荐阁揆人选不会是市政的优先。北市也批评，如果面对关税，总统府反应如此快速，或许民调就不会这么低。蒋万安抛建议，引来中央跳起来反击。来，玉珍，我觉得这个内阁这件事情哈，你说卓荣泰换掉这个，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总统有授权多少。因为他之所以会挑卓荣泰，就是因为卓荣泰是比较听话的，听话。而我们大家知道，那个人的一个过去都是这样，他是比较顺从啦，比较不会好像很激烈。那这个内阁，我们现在这个阁揆，他到底能不能领导得动他下面这些阁员？我自己看来好像有一点辛苦。以前那个我在看那个苏贞昌院长。他很强势，那他好像跟蔡英文总统那时候好像他也没有每一件事情都听蔡英文啊，有一点这样子有点稍微有点反正不是那么巴吉的但是呢，因为他很强势，说他对他的阁员，我觉得那个强势的领导的些领导力还是有的。那因为现在这些阁员，其实我想大部分都不是卓荣泰挑的嘛，读书会的嘛不管是什么经济部啊，什么部，那个什么国发，刚刚点名那几个，大部分都是总统挑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如果今天的去留是在卓荣泰手上吗？当然不是啊，一定是在总统手上，人留或是要走，都是赖清德总统在决定的。所以当下面的这些当然我们有一些从业界来的这个部长有一些就是他也许他的模式风格还没有很适应嘛，就是我们说像郭志伟，他的风格就是说大老板实际上都是这样子，因为他要领导一个团队，很多人，但在这个政府里头你就没办法这样做，你这样子。你公务人员你也带不动了啊！你面对监督你的人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是对的，我就气势很强，就比较不会谦卑。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推不动。那因为人到了一个年纪，他的个性怎么样，什么很多都已经是固定了。所以在这个推不动的情况下，所以一点点小事推不动，所有的政务整个推不动。我从这一次这个风灾这件事情，我看到我们的政府。我们刚刚说贵州排掉，那个是大支那个大罢免那个歌曲有没有？他说国民党贵州排掉，我跟你讲这，我觉得这句话才应该送给民进党。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看到总统可以这个说自己爬屋顶啊，不去帮，就是什么不能进去人家家里帮忙啊，到现在已经很久。内政部长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以前莫拉克那个台风的时候，以前那个就是行政就派，那时候是陈振川嘛，就下去就马上重建跟救灾同时在做，那该做什么什么消防组什么组都会很整理出来。这事已经发生了好久，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我没有看到这个着火管救灾是内政部了，要下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要下去，至少要开始要人住在那里，至少一个首长要在那里嘛，指挥各个才调得动嘛。好像什么事情都那个，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总统，因为总统他的个性，你注意看，刘世芳以前也是立委嘛以前我们在那个内政委员会，刘世芳个性会那么强势吗？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在内政部这个委员会，内政部这个部是管内政，是管天下地道好多的事情啊，营建啊，什么各方面都有。可是他为什么每天都在讲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改名中正路，对，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讲意识形态？他是讲给赖清德听的，因为这样他的位置才会长久嘛。所以这所有的人都不做正事的，每天就是政治，所以国家不会进步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就是这个道理。休息再回来。